这个男人将一粒感冒药当作电池放进了手表中，下一秒，男人便开始打喷嚏。更奇怪的是，离他不远处的孩子们也打起了喷嚏。从此之后，男人走到哪里，感冒便会传染到哪里。这个奇怪的手表是几天前爸爸送给小博的生日礼物。小博高兴地带着手表去公园玩，不料一只大狗向他冲来，小博被吓得跌倒，手表也摔在地上，不停地闪烁着。这时大狗走过来，叼起了那只手表，可下一秒，大狗就变成了小狗。小博觉得太神奇了，他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同学，可同学们根本不相信。又吹牛了，吹吧，反正现在耕地有拖拉机，吹牛了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到了晚上，小博又将大狗变成小狗的事跟爸妈说，可爸爸却说他看花眼了。小博不甘心，就这么算了，于是晚上不睡觉，眼巴巴地看着手表，想要研究点什么出来。他将手表的电池抠出，然后找到一瓶冬眠灵，将药片当作电池放了进去，结果手表立马停止了跳动，仿佛冬眠了。随后小博又找来了咖啡因，他记得爸爸说过，咖啡因具有兴奋的作用。果然放进手表后，手表如同吃了兴奋剂一般，飞速地跳动了起来。小博高兴地把手表戴在手上，可就在此时，怪事发生了。短短几秒，小博就从一个小孩子变成了一个大人。小博高兴坏了，变成大人就不会再有大孩子欺负他了。他连忙跑到爸妈房间告诉他们，可爸妈却根本不相信他就是小博，还将小博当成了坏人，大声喊着抓坏蛋。慌忙之下，小博只好先逃走了。第二天，小博来到学校门口，碰到了一位老师，他跟老师说是他的学生，可老师却觉得他脑子有问题，赶紧的走开了。小博伤心的哭了，毕竟他的心理年龄只有9岁。没过一会儿，小博又碰到了他的同学，可是同学们也不相信他，神经病，咱们快逃！随后，小博来到一家药店，拿出身上所有的零钱，全部买了药。他想找到能让时光倒流的药。小博将一粒感冒药放进了手表，结果下一秒就开始打喷嚏，离他不远处的孩子们也开始打喷嚏，甚至只要他走到哪里，感冒被传染到哪里。一天没吃东西的小博路过一家烤鸭店，馋得直流口水，可是他身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药了。干什么呢？我看看。没办法，小博只好去找工作，可是大家都笑话他，因为这里在招聘保姆，只要女的不要男的。工作人员也让他别瞎胡闹。这时一名保安过来了，他说小博鬼鬼祟祟，要把他带到警察局去。警察对小博进行盘问，小博说他只有9岁。警察觉得小博可能神经不正常，就喊了一名医生过来。医生让小博唱首歌给大家听，小博立马唱起了黑猫警长。眼睛睁得像铜铃，露出闪电般的精灵。通过唱歌，医生判定小博是孩童症，警察准备把他送去医院。可等警察回到办公室，小博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他来到一家叫金苹果的公司门口，却被工作人员误认为是厅长的外甥。公司的马经理为了讨好厅长，就让小博留在公司工作。因为看见小博童心未泯，经理就给他安排了卖玩具。小博一边卖一边玩，引来了同事的笑话。发型师小的时候没玩够，倒是过瘾了。不过也吸引了很多小孩子前来购买玩具。为了卖出更多的玩具，小博还亲自给孩子们试玩了一款叫袋鼠的玩具。孩子们纷纷为他鼓掌。没一会儿，柜台前便排起了长队，孩子们争先恐后的买玩具。很快，店里的玩具就被一扫而空，公司也是大赚了一笔。马经理非常高兴，他让小博去玩具厂进货，说待会儿有车子过来接他。小博来到一个广告牌下等车，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人。通过交谈后，小博得知他是一个老师，也是来等车的。老师因为内急去上厕所，这时一辆车子到来。苍校长，对不起呀，让你久等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的呀。原来是学校里请了一位新老师，校长误认为小博就是那位老师。错了，校长，我不是老师，我是这个班的学生。不过校长却认为这是老师谦虚的说法。这时学生们突然开始拍打桌面，似乎不喜欢这位新来的老师。可小博却也跟着拍了起来，很快的融入了大家。校长在一旁鼓起了掌，这才叫因势利导，对症下药啊！校长，校长，接错了，真的在那儿。什么？另一边，马经理接到厅长的电话，厅长说他的外甥并没有去金苹果公司。马经理很是震惊，那小博又是谁呢？为了弄清楚小博的身份，马经理问2个女员工小博平时怎么样。女员工说小博工作很卖力，就是有一点奇怪，他将发来的工资全部用来买药了。听了员工的话，马经理觉得这个小博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于是晚上悄悄来到小博的住处，躲在门外偷看。此时小博正傻傻地对着手表讲话，话音刚落，神奇的事就发生了，一朵花几秒就开了，
台灯闪烁个不停，药片自动飞回瓶中。小博高兴的以为它能变回去了，可没一会儿，手表又停止了动静。就在小博苦恼之时，保安突然到来，说有人打电话找他。可是等小博拿起电话，却没有任何声音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就在他接电话的这段时间，有人偷偷跑进他的房间，用一块普通的手表调换了他的魔表。这天晚上，小博做了一个噩梦，他梦见很多人在后面追他，小博一不小心掉进了水池中。等他再游上来时，已经从大人变回了小孩。小博猛然惊醒，他终于明白了，是水让他在梦中变回小孩。当初那条大狗变成小狗，也是因为手表在水中。小博迫不及待地来到浴室，可淋了半天水，却一点反应也没有。他哪里知道，他的魔表已经到了马经理手中了。不过马经理也没有研究出什么来。很快到了金苹果公司与紫萝卜公司足球比赛的日子，可就在比赛进行到一半时，一辆警车突然到来。马经理因为卖过期药，心中很虚，他怕警察是来抓他的，于是赶紧逃离了赛场，却不想警察只是来找小博的。小博说照片上的孩子就是他，可警察根本不相信。马经理躲在浴室里不敢出来，就在此时，喷头上的水滴落下来，正巧击在了手表上。等小博来找马经理，马经理已经从大人变成了小孩。小博一开始还不相信小孩就是马经理，马经理只好将他偷手表的事告诉了小博。为了能让马经理变回去，小博跑回公司拿来了咖啡因，他就是因为咖啡因变大的。果然，在咖啡因装进手表后，马经理又变回了大人。可是因为没有及时取下手表，马经理又变成了一个老头，这下该怎么办？我还有15年才退休呢。两人一时间也没有办法，只好先出来看看比分。可就在此时，天空下起了大雨，雨水淋在手表上，散发出阵阵白烟。不一会儿，马经理又从老头变回了中年人，而小博也终于变回了小孩，再次返回了充满梦幻的童年时代。小的时候，我们总是想着长大，可长大后才发现，小时候才是最快乐的时光。